移民和退休最近已成了越来越热门的话题，尤其是人民对在一个国家的财富安全保障、未来养老、医疗条件等等都能够成为许多人考量的因素。其实你想啊，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当我们的年纪慢慢大了，我们总希望能够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嘛，对吧？可是往往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总是在思考哪里才是退休的理想国呢？嘿，大家好，我是小云。你们有没有给自己定下过许多目标，像是我什么时候要结婚，我几时要退休，我要在哪里退休，我一定要赚到多少钱等等等等。首先我必须说，退休和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很多人说只要有钱，哪里都是退休的好地方，但真的是这样吗？我认同有钱确实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许多方便，我从来不会说钱不重要。许多人会考虑在一个新的国家退休，是因为一个国家对晚年定居的吸引力通常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整体环境，比如说生活成本、生活质量、文化等等等等。所以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退休了，我会更希望在哪一个国家生活呢？我把这个答案局限在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我非常感恩的是，我可以在马来西亚和荷兰之间做选择。当然，如果你觉得有更好的地方，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在我之前的影片就已经说过，这世上并没有完美的国家，就只有适不适合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我在这里生活的这段时间，就有朋友来问我为什么回来马来西亚。荷兰比较好，马来西亚的政府烂，经济烂。这几句话让我感到非常的好奇，他怎么知道荷兰的生活比较好呢？毕竟他也没有在荷兰生活过。我相信至今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句老话，但真实的荷兰生活可能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我所说的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任何人哦。我非常喜欢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但我只有在马来西亚和荷兰常住过，其他国家都没有长居的经验，所以今天就说说我在这两个国家的真实体验。当我们说到荷兰时，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自由和开放，这里包括大麻、红灯区、同性恋、安乐死合法化等等。在居住上也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而且荷兰的医疗设施、基本设施、公共交通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再加上我之前的影片就已经提到过，荷兰的养老体系相当稳固，堪称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国家。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荷兰就是退休的理想国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如此。为何这么说呢？众所周知，荷兰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实际的退休年龄也不断的在上升。基本退休后拿到的荷兰国家养老金也无法让你过上轻松的退休生活，你还是得靠自己的职业养老金、个人养老金、储蓄等等。还有的就是荷兰一年四季的天气属于多风多雨，平均温度约为16度左右，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对无法忍受冷天气的人来说，有风湿关节炎的人来说，荷兰的天气可能就是一种生活挑战。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觉得荷兰的面积太小，那里的生活太无聊，除了大自然和艺术博物馆，可能就没有什么活动可以让你充分的享受退休生活了。那我们再来看看马来西亚，我有很多长辈在60岁以前就已经退休了，日子过得很惬意，而且很多外国人也选择在马来西亚退休。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的生活幅员广阔，很多天然的旅游地区，风景优美，尤其是这里的国家公园、岛屿和海滩，也没有什么天灾可言。这里的人民也相当热情。再说天气的变化真的非常影响心情，尤其是在冬天，很容易就染上冬天忧郁。但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是夏天，而且语言在这里也不是一个问题，大部分人都能以英文和中文交流。在这里一般普通人的生活消费也比其他国家便宜许多，这些都是外国人喜欢这里的因素。
再来的就是马来西亚政府也提供了外国人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就是那个 MM2H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的签证。这对要在马来西亚退休的外国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福音。当然在这同时，我的朋友也告诉我，近年来对于这个签证的申请条件的门槛越来越高了，一些国际媒体对马来西亚的负面报道也不少。若不论政治，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在关心政治，对吧？那你问马来西亚的治安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个人觉得就和其他国家差不多一样，就是不要太过招摇，保持低调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马来西亚就挺安全了。我个人认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这应该都是一个基本的行事标准吧。所以你看，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荷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完美啊。荷兰也好，马来西亚也罢，我也不知道何处将会是我最终的归宿。不知你们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外国人最终在一个地方留下，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留恋这个地方，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哪里才是最理想的退休国呢？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每个人对于理想的定义不一样，适合我的并不一定适合你。既然没有答案，那倒不如先努力去过好每一天。我相信时间一定会在某一个点告诉你你想知道的答案。退休生活本就不为了取悦别人，而是让自己过得更舒心一些，更从容一些。我年轻时也会给自己定下各式各样的目标，总觉得我在每一个年龄段一定要达成些什么。但当我年纪渐长，思想越来越成熟，我的想法开始有了改变。我更向往生活平淡一点，纯粹一点，简单一点。每个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我们总是说永恒，可是人生毕竟非常的短暂，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被铭记的。我们所念念不忘的，最终还是会烟消云散。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总是念念不忘呢？我个人觉得，首先忘掉自己的年龄，每天再进步一点点，再往前看一点点就好了。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对于退休的生活，你们的考量又是什么呢？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分享。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荷兰的退休体系，你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